你现在问美国说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他可能完全想不出来哦。如果今天美国跟以色列准备升高这个对决的态势哦，你开始无差别的去攻击了平民，攻击了这个民用的这些基础设施的时候，你就是逼伊朗走到另外一个阶段的作战策略了。我刚才提过了，伊朗手上不是没有必杀绝技的，他只要去攻击能源生产设施，包含海水淡化厂，整个中东地区就变成一片荒漠，马上退回石器时代。伊朗会不会回到石器时代，我不知道了。但是如果伊朗去攻击了，摧毁掉这些国家的海水淡化厂，这些国家立马就回到石器时代了。好，持续要来关心的是川普的最后通牒误判了战局。我们今天会关心到的是，连美军自己的幕僚长都惊呼川普遭到蒙蔽哦。那么美军现在弹药呢也被全面的掏空。中国大陆这个时候被视为是在全球体系当中比较值得，这样相较美国更值得信任的国家了，被说成为最大赢家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这是川普对伊朗下的最后通牒了，要求的是德黑兰，你要在美东时间7日的晚间8点准时开放荷姆兹海峡，否则我们就会进行攻击了。攻击的范围包括了所有的基础设施，像是打电厂、打桥梁、打这一些基础设施。华尔街日报也特别做了披露啊，川普之所以会有这一些决策，就是因为他的背后有一些高阶的幕僚不断的在怂恿他，并且还跟川普说，你打伊朗的发电设施、桥梁，这些都是合法的军事目标。但是有人呢就不是这么认为的。我们看到的是白宫幕僚长，他对于川普身边的这些幕僚开始感到非常的忧心。他说呢，针对于战情跟冲击的评估，这一些幕僚，川普身边的核心幕僚，他们根本就已经过度美化了这些资讯给川普。换句话说，川普他听到的所有的消息都是他自己想听的，而不是应该要听到的。当然，进一步就会冲击到川普的决策。这是来自于美国目前针对这个伊朗的攻击，以色列方面也没有缩小它的力道。现在最新消息，以色列直接空袭的是伊朗的经济的动脉了，而且都是民用设施，50座的石化工厂全部因此停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伊玛目港市的石化园区了。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附近50万居民都是靠这个电厂来提供电力的，造成伊朗百姓现在只能陷入在一片的黑暗当中。最不幸的消息就是美国跟以色列最近攻击了30所当地的大学，造成了5名大学教授、60多名的大学生因此丧命。被说专家说，来自于伊朗的科学部长，这已经是退回到石器时代的反人类的罪行了。好，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了，川普是不是被幕僚的资讯过滤给误导了，影响了他的决策？针对于这些基础设施的打击，包括美国跟以色列做的打击，是否有踩到国际道德跟战争的底线？现在备受质疑，委员怎么看？外界之所以认为中国大陆是赢家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大陆没有当流氓，中国大陆没做恶霸，中国大陆没有入侵别人的国家，没有滥杀别人国家的人民，没有打击这些国家的民用基础设施，中国大陆什么都没有做。他就谨守在王道的这条路上，能够援助这个需要援助的人，能够提供相关的这个协助，他通通都做了，但是他没有当恶霸。所以呢，其实中国大陆之所以是成为最后的赢家，是因为美国自己把自己做成最大的输家了。那么美国如果跟以色列全面的去攻击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我刚才提过了，伊朗的这个作战的剧本显然有不同阶段的作战性目标。如果今天美国跟以色列准备升高这个对决的态势哦，你开始这个无差别的去攻击了平民，攻击了这个民用的这些基础设施的时候，你就是逼伊朗走到另外一个阶段的这个的作战策略了。我刚才提过了，伊朗手上不是没有必杀绝技的，他只要去攻击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能源生产设施，包含海水淡化厂，整个中东地区就变成一片荒漠，马上退回石器时代。伊朗会不会回到石器时代，我不知道了。但是如果伊朗去攻击了，摧毁掉这些国家的海水淡化厂，这些国家立马就回到石器时代了。整个中东地区几乎80%是仰赖海水淡化厂的，所以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哪怕伊朗的这些民用基础设施被攻击，伊朗的大学被攻击，伊朗的石化设施被攻击，甚至连伊朗的核电厂都被波及的时候，伊朗还是很节制哦。
那这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大家最近看到了那个 Kent 哦，就是辞职的那个国家反恐中心接受了这个挪威的一个教授的访问的视频，他就讲了，他说他自己担任国家反恐中心，他说伊朗一直都很理性，伊朗也一直很克制哦。这就是他为什么没有办法接受川普要挥军攻打伊朗的原因，他无法理解哦。所以其实在这场战争里头，整个战争的节奏都是伊朗在掌握的。你看到了美国跟以色列这样疯狂的乱打乱炸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国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没有出口的战争了，他想要找个出口，可是找不到个出口，他想先射箭再画靶好了。然后问题是这些箭都射到他自己身上了，他到底该怎么画靶呢？他连现在画靶的能力都没有。你现在问美国说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他可能完全想不出来哦。最近想到一个新的，就是刚才舰长讲的，说美军决定要突袭伊朗的核设施，干脆把浓缩铀都搬走好了，所以他才会说准备要这个突袭伊斯法罕的这个基地。可是后来大家评估之后发现有困难的原因，是因为伊斯法罕被他炸了，所以呢要去的呢不是派部队去，还要挖。要想办法挖才能把东西带走啊，因为都被埋在下面了。然后再来，你挖了还不行，你有这么多桶，到底哪一个是有浓缩铀嘞？你还要有专家去测才行哎。所以呢，后来就发现说，我现在就要进去抢你的这个浓缩铀的设施，现在都不是这么容易可以达到目的的。所以呢，当这个川普说要在4月1号发表谈话的时候，外界就预估说，哦，川普准备要这个 tackle 了，他准备要宣布说战胜了哦，就是用这个自我催眠式的战胜来解决这场战争。可是到4月1号晚上美东时间，我们就看到川普的演说的时候，发现川普又再一次被以色列绑架了。与其你说川普是被幕僚误导，我根本就认为川普就是被以色列公共政策委员会在美国强大的游说力量跟这个金援的力量给绑架了，所以川普完全退回来了。原本以为他要宣布战胜了，要离开战场了，没有，他说这场战争还要再继续打，还要再打2到3周。所以其实你说美国有没有做这个预防的措施？有，美国的幕僚已经在做了，包含川普在谈话的时候试图把责任要推给赫格塞斯，说赫格塞斯是最主张打仗的。包含 J.D. Vance 最近传出来讯息，他打电话彪骂纳坦雅胡，说纳坦雅胡骗了他们。包含你现在看到的白宫幕僚长出来讲的话，其实这一切都是替川普要建构一个不得不最后要出场的一个这个借口了，就是这一切都是纳坦雅胡错误的情报欺骗了美国的白宫幕僚，然后白宫的幕僚又误导了川普。所以如果最终有一天川普必须要退出这场战争的时候，最后被牺牲拿来祭旗的一定是纳坦雅胡。好，来自于以色列，还有这个以色列提供给白宫幕僚的情报，再提供给川普，也就影响到了川普接下来一系列的各种在军事上面的决策。那么同时间呢，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一系列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美军的战损，我们也来稍微做一下统整。尤其现在要来看到的是他们的这个攻击型，包括各种的导弹的数量已经几乎不够用了。先来看到现在美国最新的消息，从全球调动的是他们的隐形巡航导弹，目前是剩下了425枚，那么库存量已经剩不到2成了，而且补充需要数年的时间。再来3月份已经光是3月1个月发射了850枚战斧飞弹，相当于打了2到3年的产量。最后是前10个小时内发射了800枚爱国者飞弹，多套的萨德系统被伊朗摧毁，只好从南韩来紧急派萨德到中东地区，会不会影响拖垮美军在全球的军事部署呢？舰长又怎么看？其实我们这样讲啊，一个组织的文化的建立，其实最重要的是领导人。那也就是当我们看到川普，他就是喜欢拍马屁的人，那也是只有拍马屁的人活得下来，所以肯特不干了。然后陆军的参谋长被他直接要求立刻去职，而且立刻退伍。那也就表示，对于陆上作战的部分，其实陆军他的参谋长是有别的意见的，那而且非常坚持，所以川普才叫他滚。那现在经济学人讲了，这个有关于中国嘞，也就是最后的赢家，他的做法是什么？就不告诉川普你正在犯错之处。那这一个犯错呢，因为我们讲到说，其实这一个伊朗它不断的在研发新装备，我们很少有看到弹道飞弹它其实
飞了这么远的过程，那它其实它打出来的竟然是集束炸弹。那这个集束炸弹还不是一种，也就是我们这边看到它有大型的集束炸弹跟小型燃烧的集束炸弹。那这种集束炸弹在它飞行的过程当中呢，它会散开来。那它散开来的过程呢，也就变成它原来它就要攻击的主要地点就是在这边，然后结果一散开来变成天女散花。这一散开来就糟了，为什么？因为它针对的是什么？它针对的就是铁穹啊。铁穹原来它原来就是要拦截这种高度不高、速度不快的这一种火箭弹或者是这种集束炸弹，但是数量总是问题嘛。你数量用完了，对不起，你就没有了。那现在我们其实看不到以色列的街景的一个状况，但是等到总有一天让我们看到，因为我们从这些很片段的部分，我们其实已经看到有关于这个特拉维夫啊，或者是海法，这些都被打得非常惨。那至于说是不是有从其他的国家调库存呢？有一个国家叫的最凶的那个国家就叫做韩国，南韩。他就这之前他就讲了，你做这一个史诗怒火，结果你把萨德你调走了，你把这一个爱国者调走了，你去年9月就调走一次，你现在又调走一次，可是他要面对强大的金正恩呐，那金正恩什么时候突然要打他们也不知道。那除此之外呢？也有人问了下一个问题，这到底是哪一个国家？菲律宾啊，菲律宾说，下一个是我们吗？为什么？因为菲律宾也有爱国者啊，所以现在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啊。然后我们刚刚讲这一个李在明韩国总统啊，他绝对不是坐以待毙的，他是有抗议的，但是呢，他说他正式的反对这一个移转，但是他没有办法阻止。那这一个部分，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其实美国的种种的行为，已经让我们刚刚讲到的中等国家，通通都对美国非常反感，而且还加一个韩国。那这一次为什么这个弹药量消耗这么大呢？因为美国使用了 AI。我们看到这个 Defense News 它讲得非常清楚啊，也就是为什么会打到这个小学。那其实呢，那这个跟 AI 就是有关于人工智慧目标打击计划，其实是有关的。这个打击计划，它会让就像我们现在这种过分泛滥的资讯由 AI 梳理一遍。AI 会用什么呢？ AI 其实它会用大量的这些目标的资讯，以及卫星的资讯，还有你雷达的资讯，作为一个比对出来之后，它决定攻击的顺序。但是你当初给他的目的是什么？你是要赢的，可是你没有告诉他，对不起啊，我的飞弹是有限制的，所以他就一直打的最后呢，也就是你弹的药量就有问题了。那刚刚讲到说有关于核设施的问题啊，就是这里就是刚刚大千委员讲的，也就是它非常的复杂。它除了要将这些工程的装备投射到这个伊斯法罕或者是福尔多之外，它还要挖得进去啊。它挖得进去之后还要抬得出来啊。那这个挖进去抬出来，大家觉得是双手去拿吗？你双手去拿，你回来就废了。我们讲到那个是浓缩铀啊，这个只是美军使用的半衰铀的弹药，你看看它是怎么样穿戴这些装备的。那这个才是浓缩铀的一个储藏的设备，你要怎么样拿出来？你如果慢慢的拿可以啊，那但是你现在你要在有威胁的情况之下把它抬出来，而且里面有没有轨雷？就是你只要去拿了它就炸了，炸了之后呢，你每个人身上全部通通都是那个辐射的残骸，这才是最糟糕的部分。好，这个是来自于我们看到在这场战争之下，美国它的武器量还有这个国力都在快速的耗损当中。那刚刚也讲到了嘛，这场战争打到现在，是不是现在看起来受惠最大的反而是中国大陆？我们来看到一个最新的民调，这是来自于盖洛普的最新民调，全球现在对于中国的认可度大幅超越美国，创20年新高哦。中国目前是以5个百分点优势领先美国，并且现在全球多国官方、美国外国的这些官方机构也说了，连续5周大家都在净抛售美债规模909亿美元。再来
来这一场空袭、这一场攻击当中，也导致了金属的市场持续的波动，加强了区域对于中国的钢材原料的依赖。中国是最大的获利者吗？那聂老师又怎么看？ OK， 我想大家都知道，10年河西，10年河东。这个19世纪呢，曾经是海上霸权这个英国的世纪，从1805年查法卡战役开始。那到了20世纪呢，当然尤其2战之后，这个全世界的这兵工厂在美国，在2战之后 support 了其他的盟国战胜之后，当然这个时候的霸权变成了美国。那当然这时候又隔了1个世纪，21世纪是不是就是中国人的世纪呢？ 这看起来啊，这个讯息好像慢慢展现了哈。那刚刚讲到这个认可度，那我现在想一下哈，就是在去年嘛，2025年，当然中国它自己发行了这个12笔的豫南债，就是他们的人民币债券哈。那么它的认购率非常高，可是它后来尝试做了一个所谓的美元国债。那美元的这个主权债呢，发行的时候在2025年11月，发的时候它是尝试看别的国会不会向中国买美元国债。 主权债没有想到，它认购率呢，它发40亿，却认购的是1180多亿，将近30倍。而美国同样发行3到5年的这种债的时候，是认购率3倍。你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也就是国际的信誉非常清楚，认可度就是中国比较稳，中国比较安全呢。因为债嘛，当然这跟美国债务债台高筑也有关的哈，这是一个重点，认可度。但是刚刚讲到说，好像全世界啊，不管这个媒体报道，中国现在在全球的可信度是好超过美国5个百分点，其实我觉得不止。 我觉得讲世界上有2种嘛，这个知识较高者都知道世界怎么了，有国际观的，是当然也有一些认知战被认知战怂恿的哈，教育是最那个的。但你知道国际间大部分都看西方媒体，那么尤其那美国又用它的美元霸权hold住了控制了世界，因此在整个在使用上、交易上、甚至政治上。 好像美国还是很强，但是真正有国际观的，你会发现它认可度可能不止5个百分点而已哈。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当然，现在讲到还有一个叫供应链的重组，这次发生的这件事情非常有趣哈。当然，现在这个美国啊说要把这个伊朗打回石器时代，你会发现这个伊朗也会。 不管用怎么样的反击或怎么样的动作，会让美国回到青铜时代，它不会回到实际，也回到青铜时代，因为美国会慢慢被消耗到变成青铜时代。这时候两边都会允诺下去，你知道吗？可是伊朗将来搞不好还有中国重建之手。各位刚看到供应链的重组需要非常多的。 材料、原材料，那中国现在怎么样呢？在这时候呢，浅浅的一条龙沉在海里，而且就讲人到健身房一直锻炼身，越锻炼越强。它有很强的实力，在供应链上也将来可以 support 伊朗做它的重建。我觉得最重要，不管是钢材或者一些原材料，或者是基础的设施，未来的战后重建很可能会很大量要依赖中国去做，因为中国现在这科技也好，这基础建设也好，它的实力是足够的哈。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依赖会是中国，所以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中国的角色真的是越来越稳健。那接下来要关心到的是伊朗的飞弹，现在狂轰以色列哦，特拉维夫被炸成了废墟，防空体系撑不住，还被川普，会不会以色列就被抛弃呢？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今天开场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的。首先第一个，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川普说美伊正在谈判，但是今天要特别关注伊朗的军方完全是不同调的，他还喊说要自己到完全胜利才会停下来。强硬派的军方接下来接班之后，已经转向会对美国进行长期抗战的这一场消耗战了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件事情会来关心到的是伊朗现在祭出了最强的反击，一个晚上7波的飞弹狂轰特拉维夫海法，甚至出动了上百公斤的弹头落在它的市中心。现在以色列的累计伤亡175人。再加上以色列现在的舰3数量非常有限，防空还撑得住吗？这是第二个问题。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到是美以原本以为说，针对于伊朗可以发动快速的斩首行动，并且导致他们内乱之后就可以快速收场了。没有想到这个战争打到现在，伊朗变得更团结了。川普谈判可能限制以色列攻击，甚至逼以色列让步吗？会不会美国最后没办法，只好抛下以色列了？如果真的没有了美国，以色列还能继续撑得住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的是，川普不是说了吗？美伊双方会进行和谈，但是现在伊朗的军方发言人随即非常强硬的表态，他会战斗到完全胜利为止。换句话说，意思就是说，
这个他们是完全的不可能会让步的。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伊朗原本他的国安高层是拉尼贾尼，大家视他是这种务实派的一个关键人物，可以跟美国、可以跟以色列去进行一个比较好的外交斡旋。但是这一回遭到了美以斩首之后，现在确认的事情是由革命卫队系统出身的这个强硬派人物佐加德他会完成接班，那么佐加德就会对美国、对以色列进行更长期的一个消耗战，一个更强烈的鹰派的对抗。另一方面，我们确实就可以看到了。伊朗方面直接开始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击，发射它的导弹，打击在伊拉克这边的一个机场的美军驻地。再来就是释放出攻击美国邮轮，过去攻击美国邮轮的一个画面。所以节目一开始呢，特别来请教委员怎么看了伊朗的军方，他说要打到完全胜利为止。并且他打算是要打到美国跟以色列让步，他才会停吗？再来关心到的就是拉尼贾尼这个务实派的人物被斩首之后，强硬派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他现在接任，那伊朗他接下来的战略目的又会是什么？委员怎么看？对，我想啊，如果研究金融的好朋友，只要把这个全球几个主要的这个证券市场的指数哦。跟川普的谈话内容哦，然后做一个时间表的对照，大家就发现中间应该有很多雷同之处，也有很多蹊跷之处。我刚才讲到了嘛，川普释出了几个利多的讯息之后，然后全球股市就好像那个被打鸡血一样，就立刻全面反弹了这个一阵子。可是呢，当伊朗军方出来说川普是自己在跟自己协商的时候呢，我告诉大家，我刚才看了一下美股哦，就是道琼今天的早盘立马先跌300点哦，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全球的股市永远就是这样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川普自说自话，可能就拉抬一下，然后呢，真相发现不是如此，所以又跌回去，就不断的在这样子这个来来回回跑来跑去哦。那我觉得这一次美国跟以色列最蠢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斩首。他们原本是引以为傲的，说第一天就把斩首掉了40几个，从这个哈米尼一路下来，排名40几个接班人可能的顺序都把它斩掉了。他以为这样就可以 regime change 了。美国跟以色列本来的目的是什么？他是希望推翻掉现在伊朗的神权这个政治的体制，然后扶持一个亲美亲以色列的政权，就像以色列现在还活在当年跟巴勒维王朝的这个水乳交融的这个历史记忆里了。他希望能够恢复到当年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当时没斩首就算了，你斩首完之后哦，你把哈米尼跟整个神权体制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些人都变成了是殉教的烈士了哦。所以他们的地位马上就改变了。就原本哈米尼在的时候，可能还有反对他的人，可是你把他斩首了，你叫谁去反谁呢？都没有哈米尼了，到底要推翻谁呢？然后呢，不但没有哈米尼了，下面一下被你杀掉了40几个，那么这些人所形成的这种悲愤的情绪，反而把整个伊朗团结起来了。所以大家如果看一下哦，就是不是西方媒体的这些视频哦，相对国际上比较公正的这些视频，比如 CNN 的这些视频，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德黑兰尽管在夜晚被轰炸的时候，在德黑兰的街头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抗议示威美国跟以色列，他们无惧于头上的炸弹一颗一颗的掉下来，他们就站在那里。大家看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跟什么样的氛围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和谈？然后拉尼贾尼也不是美国干的，就是以色列干的嘛。所以当拉尼贾尼被暗杀的时候，美国第一时间就跳出来说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跟我无关，是以色列干的。然后以色列又想把美国拉下水，说这件事情我有告诉美国。很明显的，拉尼贾尼是本来伊朗对西方的一个重要的窗口跟管道，以色列就是不想协商跟和谈啊，所以把这个管道给猎杀掉了。他就摆明说，看吧，看你这个川普要跟谁谈呢？拉尼贾尼已经被暗杀掉了，还剩下谁跟你谈？所以我刚才才讲说，以色列根本就不希望这个和谈产生。那对伊朗来讲，他全国的军民同胞都像刚才苑老师说的，要鱼死网破了，就跟这个以色列拼个你死我活了，更别提说他撑了20几天。他耗尽了美国跟以色列的防空飞弹系统，
现在眼看着就是他吃瓜收拾这个收获成果的时刻了。现在再过个这个7天8天，他射的飞弹恐怕以色列跟美国都没有任何的防空飞弹系统可以拦截了。他如愿的可以把以色列夷为平地了。在这个时候，你告诉我说他要和谈，这有可能吗？他明明就可以消灭以色列了，这个是垂手可得的胜利，他有什么必要和谈？他拼着德黑兰变成一片废墟了，他当然要以色列赔账啊。好，确实哦，所以我们看到整体在伊朗的民族情绪现在高涨的情况之下，再加上我们看到刚刚特别提到这一位革命卫队的强硬派佐加德他接班之后，伊朗确实现在展开了新一波更大的一个攻势哦。那现在就是要看说有没有办法以色列能够守得住，但是答案看起来是似乎已经不行了。原因是我们看到就一个晚上而已，伊朗它进行了7波的飞弹攻击，直轰的就是特拉维夫、海法，还有100公斤的弹头砸到它的市中心，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对比在去年，大家还记得吗？当时的12日战争，这一次来做相比，这一次可以看到这个以色列它的防空系统几乎是失效了。那伤亡数字也带观众朋友稍微关心一下。伊朗这一波攻击4个地点，造成了6个人受伤，再加上先前针对他们的南部设施这个核设施附近做的攻击，一共是造成了175人伤亡。以色列自己也承认了，说现在他们手中的剑3不是无底洞，你要去拦截这些飞弹，这个数量其实是相当有限的。所以以色列怎么做呢？他就去求美国了，说我们要更多的拦截弹跟军备。重点是美国会继续愿意挺以色列到底吗？还是可能会抛弃以色列呢？那他的防空神话是不是可以说以色列已经被打破了？干哥怎么看？好，那最新的攻击一晚7波，它针对了特拉维夫啊、海法，这些都是以色列最重要的城市。然后当然，它跟耶路撒冷在这几个城市都是齐名的。可是你知道前几天去攻击那个迪莫纳是什么地方？迪莫纳就是以色列的核子研究所的所在地。讲穿了啦，他们的这个铀库存都在迪莫纳就对了啦。所以以色列很紧张啊，这个地方被打到了，总共有差不多快要175个人受伤啊。虽然没有一个人死掉，可见得伊朗是打得到的。光是打得到就很害怕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那国防部就被问啊，对不对？准将阿查夫就出来说，我们还没有用到箭式飞弹，箭3啊 ，Arrow 3，对，那属于要拦截那种从那个这个大气层外再飞回来的那种洲际弹道飞弹，那是高阶拦截系统，那不能用那个啊，用到那个就等于是把看家的宝都拿出来用了。那现在你只能用铁穹跟什么大卫弹弓，也就是大卫投石所啊，以色列的3大的防空支柱。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爱国者。那爱国者呢，其实我跟你讲被用的最多了。为什么你知道？以色列有一个想法，这个我自己产不出来的东西我先留着，我先用那个别人可以拿得到的东西，哪里美国可以给的，就是爱国者飞弹。但是爱国者飞弹在以色列的这个使用的那个记录里面，他们是最多的、最成熟的。那通常来讲的话，都是要2枚来去拦1枚。现在他发现伊朗打过来的飞弹不能再用爱国者了，为什么？爱国者1枚要400万美金，太贵了。所以为什么这次没有拦到迪莫纳，没有那个城市没有拦到那个伊朗打过来那个海巴尔飞弹？那海巴尔那个飞弹一颗弹头就重200公斤，那个砸下来，我告诉你，他如果再加1倍，400公斤的弹头砸下来的话，那个迪莫纳的很多民房都会塌掉，你知道？就不是只有100多人受伤。所以这个情况之下，你就晓得说，伊朗的那个飞弹的射程还是有限的，因为技术所限。但是等到有一天，我们昨天讲过嘛，它可以打到迪耶戈加西亚岛去了4000公里了，但是弹头很小，为什么？弹头加大，它飞不到。那现在你就可以看到，伊朗的导弹技术在进步当中，它不断在提升当中。那我们这次没有办法拿箭矢出来，所以我们终于有防空漏洞被人家打到了。那以后耶路撒冷也被打到怎么办？海法被打到怎么办？特拉维夫被打到怎么办？本古里昂机场已经差一点被命中了。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就是好像是昨天早上说在哪里？在那个什么地方？就是北伊拉克有没有？美国有个基地，
打在伊拉克的伊拉克的埃尔比勒机场的美军基地。埃尔比勒机场是什么？就是跟库德族合作的。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伊拉克的库德族他在海珊政权在的时候被迫害得很惨嘛。美军一来，来，库德族是来，我跟你讲，我们一起成立共同基地。伊朗很早就想打这个地方了，今天终于打到了。你知道打过去死了多少人吗？死了6个人。虽然都是库德族民兵，可是美国也吓一跳啊。为什么？美国在这边没有防御系统啊。为什么？他相信伊朗打不到这边，我打到了。所以我刚刚讲这几个，你就会发现说，本来你打不到的，现在我都打得到了。我觉得都打得到了是什么意思？是因为伊朗它的报复的能力已经超出了美国跟以色列的评估之外，所以这些地方都打到，下一次要付出的人命代价恐怕就会更高昂，而不是现在只有几个人死亡而已了。我觉得美国跟以色列现在真的是要想说，你要让伊朗更大的报复吗？还是说要真的上谈判桌呢？川普，你不要再痴人说梦，要赶快做。好，这场战争打到现在，看到美国跟以色列也都看到了伊朗现在一直打到现在28天为止，源源不绝的这个飞弹跟它的射程是越来越远。那所以他们其实也在思考说，当初是不是有误判这一场战略误判的一个问题呢？那我们先来看到，其实呢，美国跟以色列当初想好的剧本是说，这场战争其实是可以快速结束的。首先，他们就是斩首伊朗的这个高层之后，伊朗就会内乱了，他们是预想这样子，然后就会结束这场战争。这个剧本是谁想的？是以色列的摩萨德想的。然后呢，把这个想法传达给川普之后，川普就定案，就突袭了伊朗。结果没有想到，现在打到现在这个战争收不了尾了。然后还导致伊朗内部更团结，美军陷入长期的消耗战。现在美国如果要收手的话，以色列有办法自己有可能去抛下以色列了吗？那以色列有没有可能自己单独去面对伊朗？岳老师又怎么看？我先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一点啊，就是说没有美国，以色列就是没有办法单独面对伊朗啊，因为人数的话呢是它的8、9倍了，那个国土面积的话164万平方公里。大家知道，以色列才1.7万平方公里，连着他自己赚到的，合起来不是这个情况，我们都非常清楚。但是你问我的问题，讲说摩萨德有没有战略误判？我认为没有，摩萨德就是故意要讲一个非常好听的计划，让这个又笨又坏的川普直接跳进来，一跳进去就发觉哇，通通都是软沙子，一陷就不得了，美国陷进去了。所以美国现在，你现在坦白讲。大家都知道，美国现在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伊朗就说明，你走你要赔偿，你不走的话，我们就打到底。为什么伊朗刚刚越打越准？人家都故意漏的。我就要告诉大家说，什么叫摩萨德？请大家记住一件事情：当年1948年以色列成立的时候，从伊朗回来的犹太人就占了当时以色列人口的1/3。大家就知道，在中东地区的犹太人很奇怪，不晓得为什么，一听到以色列建国，通通爱国爱得不得了。这是为什么摩萨德的内奸这么厉害？因为他们在伊朗根本都看不出来。就像说我们在这边的话呢，就我们这样子的话，你根本看不出来谁是谁。我自己在留学的时候就认得一个巴格达的犹太人，他讲阿拉伯文跟阿拉伯人是一模一样，但是他就深深的爱以色列，还回到以色列去当兵。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的摩萨德厉害就是人了。像我们长这个样子，一跑到欧洲去当间谍，一眼就认出来了，对不对？但是摩萨德情况就很不一样，他哪里都有。大陆的河南的犹太人也很爱以色列啊，这个你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到。好，你第二个的话呢，就会问到说，那个川普会抛下以色列退场吗？没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大家完全低估了犹太人在美国的社会的影响力是全面的。我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那个什么，就是在反对的时候，为了什么，就是加沙走廊的事情的时候，美国所有的常春藤学校里面，哥伦比亚大学、MIT 大学还有哈佛大学的学生全部跑出来示威。纽约的犹太人就来了一辆车，把所有示威的学生照片一张张这样，然后说这些人永远不要在华尔街工作。你知道吗？你读常春藤的大学永远不能在华尔街工作，等于是还不清那个学贷啊！而且另外的话呢，3个学校校长他们就坚持把它换掉。这种力量的影响，这个还得了啊！我们现在一提到美国大学一抗议示威，台湾的那个总统都扫息立正的，那犹太人基本上的话呢做这种事情，所以川普会抛下以色列进场吗？他自己的女婿，他自己的女儿，他自己就
基本上他都已经非常相信犹太人这一套，所以犹太人的这一套是我们真正该讨论的议题。但犹太人他不会有战略错误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像纳坦雅胡最近笑得好高兴，就我们准备了30-40年，就是要把美国拉下来对付伊朗，现在成功了，他已经成功一半了。而且我说一句良心话，现在特朗普被炸成这样子，伊朗现在全面团结，我告诉你，以色列80%以上人支持这场战争，全面团结。现在美国大分裂，所以说这个一定要让我们的观众了解到这个问题严重到，人家2个原来要打了，美国现在没事干跑进去，美国历代的总统都不能打，他们都看得清楚，我们都是看得懂了，他看不懂，只有川普很笨，真的很笨。又傻乎乎的又坏，就进去了。我讲的真的就这个道理啊，对啊。今天持续关心中东的战事，现在谈判难道只是一个烟雾弹吗？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个终战日现在进入倒数了，美军在酝酿夺岛的计划，伊朗的部分呢，则是储备了包括它的飞弹、无人机、水雷全开。下一步双方是停火还是全面开战？今天节目上面一起来做解读。赶快来看到这一场美伊之间的博弈，已经不是打或不打的问题，是现在其实美伊双方是边打而且边谈判的。川普最新放话说谈判有进度，甚至会暂缓5天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市场松了一口气。另一方面呢，以色列的媒体则是指出了，他说呢，美方已经把4月9号给定为终战日了，真的吗？这是美方所提出来的一个时间吗？另一方面，我们持续来看到，难道现在伊朗方面的态度真的软化了吗？来自于英国伊朗媒体所做的一个报道说，伊朗的外长已经自己证实说，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已经点头了，同意可以跟美国方面来进行谈判，甚至不排除会达成协议。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又收到一个最新消息，有来自伊朗军方的说法，伊朗军方相对于穆吉塔巴就非常的鹰派了，他是说否认有和美国在议和，还酸了川普说自己跟自己谈判，把失败当成协议。好，这是来自于伊朗军方的最新说法。美方提出了什么样子的条件来跟伊朗做这个和平谈判的一些条件呢？我们来看到这一共是15项的要点，是美方透过巴基斯坦向伊朗递交的15项要点。这当中要求伊朗要拆除核设施，移交它高达60%高浓缩铀的一个库存，并且禁止在本土进行任何的铀浓缩。第二个来看到，必须开放国际原子能机构来进行无死角的一个核查。第三个，限制伊朗的导弹能力。最后，我们来看到要求伊朗停止对地区的盟友武装团体的各方支持，确保最后是这个，确保荷姆兹海峡的航道要维持开放，禁止任何的军事武装。但重点是，伊朗也有对美方提出了非常多的要求，美国可以达到吗？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委员怎么看？伊朗这时候点头，来自于媒体的报道说这个有意可以跟美国来做和谈，这是在准备让步，还是他拖时间？现在酝酿还会有更大一波的攻击呢？就美伊双方现在对彼此开出来的条件来看，双方有可能达成停战吗？委员怎么看？伊朗在此时此刻恐怕很难跟美国有可能来进行停战的协商哦。为什么的原因很简单哦，就伊朗在这场战争当中，他们已经牺牲太大了哦，他们已经付出太多了。那么其实伊朗跟美国和以色列讲直白了就是血海深仇了。那么而且现在的这个整个的伊朗已经进入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的这种状态哦。那么任何一个领导人，我想恐怕都很难在这个时刻忽然来一个法夹弯说，大家等一等我们现在坐下来跟美国谈谈看吧哦。那你更不要提到说，从去年到今年，伊朗被美国和以色列偷袭，都是在谈判过程中就都是在谈判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中，眼看着好像就要有好消息出现了，美国跟以色列就出手了哦。所以你说伊朗的军方或者是伊朗的政治人物真的会相信美国的谈判是这么有效吗？其实我高度存疑哦。所以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讯息我认为伊朗军方的谈话恐怕比较能够代表伊朗现在的立场。那么第二个重点是，
大家不要忘了，这不是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伊朗的战争，这中间还有个以色列哦。这个以色列是根本不希望停战的哦。就这场战争，我一开始就讲过，它是美以伊三方哦。美国当然是希望见好就收啊，然后呢收割一波这个胜利的果实，然后回到国内去大肆宣扬哦。可是对以色列跟伊朗，他们准备或者是意图要打这场战争已经很久了哦。他们准备了几十年的时间，现在双方摊牌了，也就是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状态了。那么你说以色列会在这个时候同意说好了，我们就大家停战了，当作没这回事了？如果说伊朗所谓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纽约时报》方面所透露出来的这些条件是可靠的，那你川普当时干嘛撕毁伊核协议呢？伊核协议讲的不就这些东西吗？就是如果你们相信伊朗，那你就没有必要撕毁伊核协议了。可是你不相信伊朗，从当时一路走来你都不相信，所以你才用军事打击啊。所以你说对以色列来说，他怎么可能相信？他会想说，这个时刻如果我不把你斩草除根，将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果不如其来。川普为了拉抬股票，他释放出利多讯息的时候，以色列照样在跟伊朗对着干了。他们双方没有停手啊，以色列该打的打，该轰的轰，伊朗该射的飞弹也没少过一枚啊。所以其实有以色列在中间，你说大家要停战，要协商，我觉得很困难哦。那你更不要讲到说这个美国说4月9号要终战了。中战这件事情哦，大家就川普的话，大家就听听就算了，因为川普过的时间可能跟我们不一样哦，就是人间一天，地上1000年啊。就川普他所提出来的这个乌克兰战争的终战日期，大家如果印象还记得的话，不晓得延后了过多少次哦，到现在还在无穷无尽啊，还没有到终战的那一天，所以我无法理解川普的4月9号跟我们人间的4月9号真的是不是同一天？那但是重点来了。你说双方的条件能不能谈得拢，这才是关键啊！我刚才说过了，美国所提出来的条件是什么？是叫伊朗自废武功啊，要伊朗停止对真主党、停止对整个中东地区这些这个盟友势力的支持。伊朗怎么吞得下来呢？各位知道，之所以会有这个真主党，之所以会有所谓的这个也门胡塞组织，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巴勒斯坦被以色列屠杀，这才是真正的关键呢。所以 Jeffrey Sachs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过，要解决中东战事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以色列建国。以色列只要完成建国，坦白讲，你说胡塞组织也好，真主党也好，他们的历史任务就已经达成了，他们当然就可以解除武装了，没有必要在这个地区上再造成任何的纷扰。可是问题是，以色列吞得下来让巴勒斯坦建国吗？就真正你要让中东和平，只有一条路走，就是让巴勒斯坦建国。但是很显然的，这是不可能的嘛。对，那你更不要提到说伊朗所提出来的条件哦，他要美国跟以色列认错道歉，要赔偿，要美国的势力退出中东，这哪一条他们做得到吗？所以我觉得大家双方的条件是南辕北辙的哦。就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很多讯息，我真的很强烈的怀疑它的真实性。那你更不要讲什么《纽约时报》的讯息了，美国西方媒体讲的永远跟真实的情况差别很大。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西方媒体讲的如果可信啊，乌克兰早就打赢了啦。乌克兰在过去这么漫长的岁月里头，你看看西方媒体是怎么吹嘘的，就到现在还在苦战当中。所以我根本上就认为，川普释出的利多，坦白讲，只是为了拉抬股市，因为他经不起股市再这样暴跌了。那么股市拉抬起来之后，大家再慢慢搞嘛，反正先拉起个2000点，然后再跌回个2000点，再拉起个2000点，再跌回2000点。所以最后我要讲的是，双方其实并没有打算停战。如果真的，美国就不用调兵了。美国的部队要调到这里去，至少需要3个月。所以现在川普在现阶段，他没有足够的地面部队去做进一步的进攻，他当然释放这种讯息来麻痹对手啊。伊朗不是白痴，他不会上当啊。是好，首先看到美国跟伊朗各自提出来的条件，现在看起来双方要达成一个停战，落差实在还是太大的。那另外一方面，嘴巴上面喊说双方要停战，但是两方美国跟伊朗现在竟然都是各自在积极的备战当中，而且是大动作的在备战。我们先看到伊朗，再看美国。伊朗现在呢祭出新一波的报复行动哦，他说呢现在正式的伊朗呢已经由所谓的防守转为正式要做攻击了。并且宣布展开真实承诺4的第79轮攻击，锁定的当然还是针对了美国跟以色列，包括它多个战略的设施，像是以色列军方的卫星接收系统，还有位在约旦
巴林科威特境内的所有的美军基地。再来看到在美军的部分又做了哪一些动作？昨天我们特别谈到了说，他们正在等待的就是他们的2栖的突袭舰，还有5000位的这个陆战队要到位。那五角大厦最新做出了一个评估，除了昨天我们特别提到2栖突袭舰跟陆战队之外，还有第82空降师。接下来这一些势力会指导伊朗附近的3个小岛，包括了石油命脉哈格岛之外，还有大通布跟小通布群岛，为登陆战做准备。针对这个登陆战，我们也来看到是很多位的美军的指挥官，跟《纽约时报》做了一个分析，说有鉴于目前哈格岛的机场在2周前被美军空袭中损坏，所以呢可能会由陆战队来打头阵，之后再由空军的这个运输机负责运送军备补给跟部队，最后会由82空降师扮演强化陆战队的角色。但是其实我们看到美国智库自己都很不看好美军的这一项地面战的登陆计划。来自于 CSIS 特别做的一个分析指出，就算美军好，你今天很成功的登陆到岛上好了，也不代表你赢，因为哈格岛实在是距离伊朗太近了，只有数十公里的一个距离，伊朗可以使用它的飞弹、无人机、它的快艇、水雷，全部去持续的骚扰你的补给舰，最后把美军给逼退。所以针对于这个美军接下来会如何做这个跳岛3个小岛的一个夺岛攻击，战情要请干哥来帮我们做分析。另外一件事情是最新消息，昨天 B52呢，在这个紧急发生了这个紧急降落的事情，还有美军的多架战机也都出事了，代表空军它的空优已经松动了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伊朗是不是就更有办法用它的导弹啊、无人机这些做所谓的饱和攻击？干哥怎么看？我实在很不愿意承认，大前委员他认为说美国不会，就是说我今天打了你之后，然后我就现在又要跟你和谈，那你调兵要干什么？其实调兵有一定的意义在，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把这个岛先占下来的话，我现在就会有了谈判的筹码。然后，所以你知道，我们昨天有提到了，就是说2艘2栖突击舰带了总共5000名陆战队的官兵，但是这陆战队的官兵有一个弱点，就是说他没有重武器，也就是说人可以上去美国海军陆战队是真正打过诺曼底登陆的，所以他们现在如果说上去了之后，那你要怎么样巩固他的滩头？伊朗有多种手段可以对付你，水雷攻击布雷无人机甚至导弹可以瞄，他的导弹不是在哈格尔岛也不在大小通布岛他在哪里？他的远在可能是伊斯法罕那边，那个好几百公里之外。那我请问你一下，航空母舰能不能打到那个地方？你要先把它调来，你又怕它用飞弹打你，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像我们在跳一个 tango， 你知道吗？你进我退，所以实际上这个还要花很多时间。所以老实讲一句，说这时候美国寄出了我们先把陆战队准备好之后要上去，然后我们再调动82空降师。我大概解释一下，第82空降师就是美国有2个最有名的空降师，一个就是第82空降师，另外一个是第101空降师，大家都听过。但是101已经改制成为全突击师了，就是说整个师都是坐飞机的，坐直升机的。那82空降师算是美国还算传统的，他在那个美国的那个2次大战之后，在打赢的那个突出部之一之后，他后来也参加了很多战争，海湾战争巴拿马的擒获诺瑞加总统的那个战争等等。82空降师有很多实际的经验，所以真的要去上哈格尔岛去占领之后，部署的优势是在真正的82空降师，因为他们的配备的话，就是整团要带过去。整团要带过去的话，炮兵、自走炮、M1 坦克通通要上去。那你上去之后，这才叫实质的占领。可是你知道，就像我们讲过，这要花多少时间？恐怕我最低的、最起码的估计，至少还要2个月，你这东西才上得去。为什么？你没有这些东西，你没有办法抵御无人机攻击，你没有办法抵御那个弹道飞弹攻击。你光是陆战队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上去的快，
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做实质的巩固，所以还是需要82空降师来支援它。那好，那现在你看到这些部署之后，你就晓得说，哎呀，川普不是随便讲的啦。对，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在那个就是在北卡罗来纳州的82空降师已经集结完毕，就代表说我真的要上去。哦，那我真的要上去了嘛，对不对？那你要上去的之前，它的部署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空优要先抓下来。其实现在空优已经抓到了，已经抓好了，现在就是怕突如其来的飞弹攻击。那你突如其来的飞弹攻击，你要部署什么？你爱国者要上啊！爱国者你现在剩下多少？听说不太够。那你要调哪里的？调南韩的爱国者来？你要不要时间？要嘛。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部署，但是你要晓得，美军不打没有把握的仗。那伊朗也在想说，你来了是不是？我准备什么东西对付你，对不对？所以我们提到了苏马飞弹，还有那个巴赫尔飞弹等等，我们很多种飞弹可能现在都要调动了。所以你就晓得说，其实老实讲一句，在军事调动的之外，外交谈判说15点计划现在已经讲好了。第一点就是伊朗，你必须要拆除核设施，并移交60%的高浓缩铀给谁？给国际原子能总署。你不要开玩笑，只要他拆除了，送给国际原子能总署伊朗就没有牙齿了。那不可能的事情，这第一点就过不去，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在看这些事情，我觉得川普你的条件太苛了，你后面又在征兵，我们就知道你打什么算盘了。我们只知道说，因为这样，国际油价一时之间绝对不可能降下来，这一个礼拜不可能会平静，不会安宁，可能国际能源的危机会更加升高。好，所以现在另外一场战事极有可能会发生吗？那岳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这一场战争打的真的是用莫名其妙4个字来形容美国的态度，用这个就是残忍无比来形容以色列的态度，用伊朗的形容词的话呢，就是说豁出去了，鱼死网破。这个一定要让大家了解。我首先要强调，大家普遍的印象，因为到今天已经打了26天了嘛，24、25天了。大家心里感觉到伊朗是越打越勇，为什么？我们刚刚委员讲清楚，他们团结了。这一场血海深仇，他一开始还分成2派，改革派啊，什么死硬派的，现在呢没有人敢改革了，现在全部死硬了那个现在我都不好意思讲，那特拉维夫都已经被炸得跟加沙差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美军打的什么样的。我现在讲，你刚刚讲这样，我现在计算美国最伟大的飞机 F-15。莫名其妙被科威特的友军打掉3架，这不到现在是个谜我到了对岸遇到一个干过飞行员，他说这个也是不可理解，加油机的碰撞，加油机被给他加油的加油机2个撞在一起，他说这个连基本上的飞行技巧底下的塔台的管理，你们2个靠太近，这个美军真的是非常拉胯。然后昨天 B-52轰击就发出来7700，这个7700代表就是飞机出状况，我们不能做任何事，要马上迫降。对，为什么？就挨弹了嘛，对不对？你现在换了，好了，我们讲海军伟大的这个林肯舰已经挨了不晓得多少弹，至少挨了弹，跑到1000公里外。福建舰更好笑从电磁弹射失败就算了然后这个厕所不通，那就勉强吧但是洗衣房烧火，洗衣房烧30个钟头，然后那个厕所里面挖出来的有毛巾，有一大堆有衣服。自己人干。对了，你现在不是我们现在讲，我们原来都相信美军是所向无敌的，对不对？一觉得美军一站出来，我看现在全世界大概实际上少数几个人相信美军所向无敌，就他跟高市早苗还相信，其他我都发觉，我刚刚举这个例子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这个足以证明美军本身的。我得到一个结论了就是说美军基本上海空军这么强的武器，人员的训练真的很差。真的很差，大家心里要明白。那你这个怎么登陆你怎么登陆你搞成这个样子。而且最好笑的是大家再回溯几天的新闻看看，那个时候川普很高兴的对外宣布说，我们的这个取得了制空权，然后我们轰炸了哈格岛，而且我们把他的机场摧毁了。当时他讲完这个话之后，美国前情报官员在西方的视频里头就在那边笑，他说：“你去摧毁人家的机场干嘛？”
这个伊朗已经没有什么空军了，那个基地呢，就是将来给你要降落的时候可以做运补的，结果你莫名其妙的把那个跑道给炸毁了，所以呢，你的 C-17没有办法降落，你只能够用老旧的 C-13洞，可能这么短的跑道才能够适合。他当年如果没有炸这个跑道，没有把它炸掉的话，他现在有这么辛苦去登陆吗？早就登陆了。反正很蠢就对了，没办法讲。